这就是我们最新鲜的养殖大黄鱼。这个鱼啊，通体发黄，当然就是不能见光，一遇上光线就变成银色，就卖不出好价钱来。所以你们这儿白天是没有人来捕鱼的，是吗？啊，对，哎，不仅是白天，有月亮的晚上也不能捕，只有是没有月亮的晚上，我们才能出工。有月亮也不行啊，对，这鱼不能见光嘛。行，明白了，谢谢啊。啊，那我忙去了。好嘞，您忙。那天晚上是满月，这儿没人，难怪周斗龙敢把段洪山绑来这儿。喂，方副检站长，手机找到了。找到了，两部都找到了吗？只找到一部，根据段洪山的描述，应该是周德龙用来直播的那一部。哦，那数据恢复出来了吗？正在送检，在海水里泡了这么长时间了，恢复数据还是有些难度的，技术部门正在努力。哦，好，有消息了告诉我吧，谢谢啊。哎，等等，找到手机的潜水员是谁？我还真没问他叫什么。一个女的，长得挺漂亮的，从海洋馆请回来的。这是第二次下水了，辛苦大家仔细找找。水里的细绳都拽起来看一下，浮筒每一个都拿起来敲一敲。警察领队，我找到了一部手机。太好了，谢谢你了啊，同志，你辛苦了。小王，马上送到政务科，让同志们去检验一下。龚检说过，你这个人细心，我的事交给你，我也放心。听说你找了雷律师当辩护人，还是坚持正当防卫？现在只有我的证词，缺少其他的人证物证，很难取信。等你们恢复完手机，里面一定有当天直播的录像。那手机估计被侵蚀的比较严重，公安机关还需要时间修复，所以再等一等，再等一等，一切就都清楚了。我不着急。我也不着急。从渔场到派出所，一共走了多长时间？我开的是死者的车，大概走了43分钟。这么精准？我上车之后，就打开了音乐播放器，里面放的是《沉默的羔羊》，单曲时长4分52秒，一共放了9遍。我正好开到了派出所。我们去过渔场，他们说没有听到呼救，他们还说，从渔场到派出所，开车最多30分钟。你之前有去过道克镇吗？你知道道克镇派出所是什么地方？如果不是因为这次绑架，我从来都没去过。那天我刚刚经历了一场殊死的搏斗，我的头上流着血，天上下着雨，四下一片漆黑，我一个人开着车，只不过是多用了10几分钟就到达了最近的派出所。你还要求我准时到达，对我是不是太严苛？
你会不会是绕路了呢？你要拖延时间，让重伤者得不到救助。我很清楚正当防卫出发的条件，我不会故意绕路，让自己陷入被动的局面。你真的不认识周德龙？我已经说过了，我可以再说一遍。之前我只见过周林的母亲，我不认识周德龙。但我可以告诉你，周德龙离你很近，一墙之隔。我的意思是，他就住在你隔壁，监听你，偷窥你。会不会是你不想让他跟踪你？你要保护你的女儿，所以你选择了先下手为强，会吗？在我被他绑架之前，我从来没有见过周德龙。怎么证明？怎么证明刀不是你带进图书馆？无法证明，没法证明。我们去了周德龙家，发现了一些照片。这些照片能够证明你最近跟梅珍频繁接触。看起来这个案子疑点很多，我们需要点时间好好的理清楚。今天就先到这儿吧。如果确认无误，就签字按押吧。今天有20多起案子的当事人家属找回了检察院，他们说你的家人现在算是嫌疑人家属。风哥哥，哎，别人怎么了？我没事。你能带我去个地方吗？先生，去我爸爸身边。爸爸已经在这里了吗？法院判决之前，应该都会在这里。刑事诉讼法规定，
人民检察院应当自接到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后的7日内，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。你怎么会背这个？我在网上查过了，爸爸真的杀人了不？我相信段主任只是为了保护自己，他是误杀。那他们都说，爸爸杀了人，是坏人，是真的了。杀了人也不一定会被定罪，定了罪也不一定是坏人。清晨微风吹散繁荣，窗台之外是悬崖的等候，走过路口，跌撞中自由。你是好人还是坏人？腿板听不出来感受，为什么这么晚？孤单徘徊。我之前觉得好人和坏人挺好分的，辗转中消瘦，现在不觉得了。命运的光阴不断追问生存，跌跌撞撞的途中是温暖的灵魂。若日落之前能看清答案，在这片风里我们安然。你现在应该很喜欢自己的工作吧？到了水下就只能听到我自己的声音，没有人会打扰。江婷可能因为杀人要被判刑。我知道了当年周德龙对你的骚扰，现在呢，他也被段宏山给杀了。谁会打扰你？还有5分钟就要下班了，下次如果想看表演的话，得早点过来。违章。这是我在周德龙家找到的，解释一下可以吗？你别告诉我是给游客指路啊！吩咐检察长，这里不是检察院，该回答的14年前我都回答过了。可这照片不是14年前拍的呀。在五原这种地方，如果你不想见到某个人，那他一辈子都不会找到你。只要你想，1天之内你就可以见到所有你想见的人。一张照片而已，能证明什么呢？挺有道理的。1次相遇可能是巧合哈，2次呢？3次呢？4次？5次？或者还有没拍到的很多次呢？违章，还不走啊？啊，来了。不好意思。
不好意思啊，今天不营业。啊，我的嫌疑应该是解除了吧？啊，对，我来也不是调查的，主要是想找你。有什么事吗？鱼缸呢？上次那个，我想把上次那鱼缸买了。应该是出掉了，就只有一件。啊，行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事。这是你做的？嗯。哇，你手也太巧了。这是海草吧？嗯。这个是？怎么了？有一颗气泡。你师傅气性够大的呀，怎么了？你也看见了，有气泡啊。有气泡就要摔了？嗯，算是我们的工作习惯了。精益求精。那个，我吧，也不会兜圈子，所以我就有话直说了。上次我那样习惯性的怀疑你，我想跟你道个歉。哦，其实这么多年我已经习惯了，但我没想到，就是我还以为你们永远不会道歉。谁说的？我们也是人，是人就会犯错，犯错了就应该道歉。所以，对不起啊。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忙吧。还没走啊？累了吧？还行，董监。证据都全了？部分缺失。啊。哎呀，你怎么想？我觉得，如果他是正当防卫，就应该无罪释放；但如果是谋杀，我会起诉他。现在啊。检察院里都在议论，说段洪山在看守所崩溃了。我认为段洪山在我眼里是一个冷静、客观、理智、优秀的检察官。我认为他能扛过去。我呢，也不做推测。现在给他定性啊，你要顾虑的事情太多了。我认为我只需要顾虑一件事儿。真相。真相，可真相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。可我觉得，真相比一切都重要。只要查清了真相，法律会给出答案的。
现在距离是否要批捕他还有几天时间，等到5月8号，我会召开一场听证会。我认为这是最公平的方式。曾经啊，他和你一样。谁呀？14年前的段宏山。我的荣幸。还有15分钟，都抓点紧。你是好人还是坏人？他曾经威胁过我。在哪？有没有提到过段宏山？你可以把你知道的事情告诉侦察机关，也许能帮到段宏山的。方副营台长，下班了。哎，等我啊。啊。我也不知道该去公安局还是检察院，所以就想着先来找你。吃过饭了吗？吃过了。什么事儿？我想证明段主任是正当防卫。丁一，做好记录。好的。红茶喝得惯吗？谢谢。等了多久了？不久，没事。那我们开始。好。你怎么能够证明段宏山是正当防卫？如果可以证明周德龙是蓄意伤人的话，是不是就可以，就是间接的证明段主任是正当防卫？但是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这个是周德龙以前发给你的吗？其实我出来以后，他就找过我，说这辈子也不会放过我。我当时挺害怕的，怕他有什么过激的行为。我换了地址，也换了手机号，但是半年之前，他还是来到我们店里找到我。段宏山，还有梅登、李沐风，杀了你们！说要杀了我，要杀了段主任和梅正，还说我们都是他的仇人，说一定不会放过我们。但幸亏当时是附近的邻居赶过来，他就跑了。他经常去骚扰你吗？倒也没有，只有那一次。再后来就是这个短信了。那你怎么能够那么确定，他也这么恨段宏山呢？
我觉得通过他的话还有语气，他对4年的判罚，觉得还是太轻了。尤其是段主任后来又因为这个案子获得了表彰，我觉得他心里多少有点不平衡吧，才会说出要杀了段主任这样的话。这是他的原话还是你的猜想？原话。原话。对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段主任不反击的话，有可能死的就是他。喝点热的，暖和暖和。龚姐，请进。怎么了，小丁？按照规定，段主任的案子我不能再参与了，这是我的回避申请。省院领导考虑到这个案子的特殊性，党组研究了，不用回避。小丁，你一定要好好的协助反复检察长，别让人家觉得咱们市院无人可用啊！是。去吧。段主任，我跟上级汇报过了，不用回避。最近有很多人来申诉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你呢？在里面还适应吗？段主任，您在看守所内有没有受到不公正的待遇？开始吧。有人来替你作证，说你是正当防卫。有目击证人？没有。你对我的态度没有改变，说明你也不相信他说的话。这是你之前的笔录，你供述说，周德龙拼了命地追打我，还说刺中的是胸口，这些你都是确认签过字的。这些都是事实情况。周德龙的尸检报告，死者周德龙是胸部刀刺伤，失血性休克死亡。当时情况很紧急，我下意识的反击，根本意识不到刀刺向哪里。你意识不到，但却能一刀毙命，会不会太凑巧？或者，有没有可能你是故意的？换作是你，会为了一封举报信，搭上自己的前程杀人吗？季儿，哦，给他倒杯水吧。好。那我们聊聊现场吧。据你供述，周德龙拿刀刺你，你拼命的反抗，但是你的身上、脸上全是擦伤，一个刀伤都没有，可能吗？我有另一个假设。
可惜呀，一场大雨冲刷掉了你所有的精心设计。当然了，这也只是我的假设。你的假设很大胆，但也合理。如果换作是我也许会这么想。而且我会穷尽所有的可能。那眼下存不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呢？从我开始接手江婷的案子，到我被匿名举报，再到我被绑架，背后这一切，好像是被人串起来一样。有杀意的人，就好像是危险的化学试剂，他们只要碰到一起，会发生强烈的化学反应。所以平时应该把这些危险的试剂分开存放，避免它们聚集在一起，遇到彼此。除非是有人故意把它们放在一起。只要找到这个人，就能还原一切的真相。那你觉得这个人是谁？这个人一定和14年前的628案有关。他精通法律，擅长谋略，尤其了解正当防卫这一法条，所以才能设计出一盘看似无意实则有意的棋局。分析的很有道理，但是我怎么觉得你说的这个人很像你呀？我本来现在就是嫌疑人，被关在这里。我是那个危险的化学试剂，但是我不是把化学试剂放到一起的那个人。我也很想知道这个人是谁，我也迫切的想要找到他，来为自己洗脱罪名。但是我现在出不去，所以我只能把我内心最真实的想法讲给我的主办检察官。警官，警官，警官，警官！别喊了，怎么了？谁现在负责我的案子？段洪山真的不管我了吗？这得去问检察院。换了谁？方凌渊。方凌渊。一定是方凌渊，一定是方凌渊，他是故意的，要害我的，他故意不想让我回家。江婷，他是想害我的。江婷，为什么要这样？江婷，没事吧？
行，你俩过来，看着他。是，我现在去找人，送他去洗牙。是，看好他。好，行。快站住！我要回家，回家。伤痛，虽不知道如何安慰，但陪伴或许有用。只愿此刻风和世界能带走你的迷雾，我依然在你左右，像星光守着夜空。曾想靠近，怕太过用力，让你更难平静，不去打扰你的沉默，只紧紧守候。